夫人，侧夫人，刘大叔又做了个菜。少主今天第一天上朝，侧夫人就让厨房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少主回来看见一定很开心。好，来，哇，好香啊！哎，这个姜怎么没撇出来呀？我来吧，把它们放好。少主来了。少主回来啦！这开府啊，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房屋都修缮，还有2日便可完成。这开府宴的名单还有菜单，我也都准备好了。你第一天上朝辛苦了，我让厨房准备了好吃的，一起吃晚饭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朝上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出什么事儿？你跟我说呀！不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一起解决。侧夫人，下朝之后，新川主独自召见了6少主，赐了婚。这，侧夫人，侧夫人，我们已经打听了，此女是金川主的独女，名唤元英。侧夫人，你想开些吧，这是川主为了两川的关系才会这样考虑。对呀，侧夫人，您都1天没吃东西了，您多少吃点吧，别再把自己身子给饿坏了。可是我一点都不饿呀。你陪我坐坐吧。也不知道这个院子他会不会喜欢。
告，请少主携夫人拜天地。这么多啊！真香。回去慢慢吃。拜，再拜，请少主与夫人拜主上，拜川夫人，拜，再拜，请少主与夫人互拜彼此，相互扶持，携手同生。我们济川的女子，即使再卑微，也不会和别人分享爱人的。他既然这样选择，那我就回家去，回我的济川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侧夫人，好了，我累了，让我一个人待着吧。可是小薇，他人呢？不知道啊，不是说在这儿吗？是啊。哎，好像在那边呢。怎么了这是？怎么哭成这样啊？老九说你不在了，我们一顿找。你别哭了。他们都拜完堂了。尹正，元英郡主从金川远嫁至此，你要多体谅些。以后你们要相敬相爱，厮守终身，明白吗？尹正，臣明白。元英，尹正每日上朝甚是辛苦，你作为夫人，要懂得处理家务之事，相夫教子。是。他们就算拜灵堂，都跟你没有关系，还以为尹正是个什么好东西，这办的什么事儿？哎，我哭了。我去帮你讨公道。哎，郡主，现在礼位才是最重要的。不理他们，我们带你出去走走吧。反正今日无人纠察，我们趁宫门落锁前回去就行。对啊。哎呀，走吧。走吧，散散心。小点声！一个礼位就罢了，现在还要强迫我整个再娶一妻，他们是不是人啊？孙姑娘，咱们小点声好不好？让外人听着了对咱少主不好啊。那真哥哥怎么说？还能说什么呀？赐婚只能接受呗，拜堂啊。拜堂我炸了！拜父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来了一个又来一个，到底要来几个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拜父，他们好欺负人！姑娘，你用这个擦。太欺负人！元英郡主，
这桩婚事，在下有话要说。正巧，我也有话要对你说，请吧。想必六少主也知道，对金川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生意。而你我的婚姻，不过是两川主上做的一桩交易。我俩不过是两件货物罢了。但我并不想沦为抵押物，这桩婚事也并非我所愿。眼下你我都无力扭转乾坤，既如此，我便当好这个少主夫人。我知六少主先前因争取上朝而竭尽所能，足见君有鸿鹄之志。但如今少主要掌管何司何事，主上都并未言明，想来仕途不稳。这时节，后院不能乱，少主需要一个贤内助。郡主的意思是，要帮我坐镇内宅。我会当好你的后盾，等你坐稳朝堂那一天，希望少主说服新川主，放我离开。郡主是想说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们就一别两宽。正是。不过，新川宫规矩森严，女子只有被休妻的份。但希望少主明白，我元英可以丧偶，可以和离，但绝不能因为犯错而被休。要离开，也要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的离开。金川郡主名满天下，果然是有大志向的人。所以，少主是答应了？有件事我要提前告知，我有个侧夫人叫李薇，之前我是想把她扶正的，这个意愿不会更改。明白了，这个李薇我也有所耳闻，出身微寒，能力有限，的确是撑不起少主夫人这个职分。为感谢六少主诚挚合作，我也愿意完成你的心愿。我会将李薇教导成合格的少主夫人。祝你们二位幸福。合作愉快。少主这是醉了，酒量不好，也会拖后腿。我没有。您先休息吧。这个元英郡主真是的，看到那一杯倒，她嫌弃的那个样子啊，压根就不像是个夫人。她本来也不会是我的夫人。我刚才没吃太饭。没有，你演得好着呢。演？我是说，您自小就沉稳，
绝对不会是一个在外人面前失仪的人。临走之前还跟郡主行了礼，出门才摔的那个大马趴。少主之前就想着怎么扶正侧夫人了，谁知道得了元英郡主这么一门婚事，造化弄人呐！就怕侧夫人她，哎，少主，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少主，侧夫人已经睡下了。我有话说。今天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就见也行，但是今天是真的不方便。少主，你请回吧。我就一句话。少主，要不您就回吧，侧夫人是真的睡下了。少主，也不是不能见，但是今天不能见。有完没完？王八蛋！六哥，嫂子没事儿，你放心。你们拜堂，她一个人难受，我和五嫂还好家嫂子就带她出去走了走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反正事情就是那么个事情，你看，你信不信？人也送到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有了。你们说好了。你就那个大骗子！你们都说好了，那个大骗子！对不起。这件事情我会解决。夫人，内务府派了我们过来，等开了府，我们替您料理府中事宜。小人姓庄，宫里的人都尊我一声庄嬷嬷。往后呢，这内院的事情，我们少不了要提点，毕竟夫人年轻，不知道轻重，还望夫人谅解。我们4个理应分管下人、后院、库房和杂物。库房的钥匙有2把，我们1把，夫人1把。不知新川内务厅的规矩是怎么教的，但在我府上，嬷嬷们应是得了夫人允许，再开口的。夫人，您误会了。庄嬷嬷为您解忧罢了，开府事大，又怕出什么乱子。我们4个是最有经验的，也是怕夫人您初来乍到。既然嬷嬷们这么有经验，那我便问一问：今日库房有人找我，说是炭火跟册子上对不上，少了20两，
炭火是各处丫头们领的，有人是库房发的，有人是自己去拿的。这个事儿，请问四位嬷嬷是怎么管的？都想当差捞油水，不想担责任。不想担责任，就不必待在这个位置上了。我自会安排人手管事，你们只需按月汇报事务即可。但我随时问，你们随时要答得清楚。我这人没什么爱好，就是爱看账本。以后府里的账册、库房钥匙，也都由我亲自来管。可是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如无传唤，请四位嬷嬷不要随意走动，安心同苏总管好好学一学规矩，做得好，自然有赏。若是犯了错，也仔细你们的皮。实在待不下去，我也不强留，回头自己跟内务厅讲明白。下去吧。是。不用紧张，我只是查了账，发现有很多不合理之处，需要精简人手，削减开支。刚才说话的两位嬷嬷，戴的是什么耳饰？回夫人，右边是玉的，旁边那位是银的。你们两个留下即可，另外两个也不必担心，我会盯着内务厅妥善安置的。是。你们俩叫什么名字？回夫人的话，我叫石榴，她叫葡萄，都是大嬷嬷给起的名字，寓意多子多福。我不是来开枝散叶的。你很会说吉祥话，以后对着其他主子说有你的好处，但在我面前不必逢迎。我不愿意让那些认真做事却不善言辞的人寒了心。是夫人。以后若无旁人在场，便不必叫我夫人，叫我郡主便是。是郡主。下去吧。这是重新梳理的宴会流程和宾客名单。之前的流程太过繁琐，流水席固然有趣，但并不适配于开府的场合，还是改回传统宴席。小人这就去办。这位便是刘宝全，刘主厨吧？是夫人。开府宴的菜单在这里，你回去仔细研究，有什么不懂的来问我。不过夫人，这开府宴菜单，特夫人那份菜单不适合宴会使用，有些做法复杂，你们当天顾不过来，就容易手忙脚乱。还有，这样的场合一定是会饮酒的，一定不要准备不好消化的粘性糕点，客人吃了胃会不舒服。是夫人。辛苦了，忙去吧。姨姥姥，小辈尹安见过姨姥姥。这位叔叔叫什么？什么叔叔？见外。我自我介绍啊，小辈新川三少主尹安。我生母可是金川人，论辈分是您表姐的外孙女。这都吃五福了，三少主就不必与我论亲了。哎，得论呐！您看，你我都是金川人，想必姨姥姥对生意之道也颇有见地。我在新川有很多铺子，您若愿意，不如我们强联合。我在外面趟路子，姨姥姥在内宅里放印子钱，我与姨姥姥共创辉煌。不必了，不感兴趣。姨姥姥，那你要是对放印子钱不感兴趣的话，那我们就单论铺子啊，东市、西市、南市、北市任你挑，只要您出钱，这些活都由我来干，好不好？这些地方任你
您挑选呀，一本万利的事情啊！姨姥姥，您只需要。这个三少主确实有点吓人。真的是金川的吗？看着不像啊。听说三少主在外头产业不少，这铺子都开遍金川都城了。这确实很金川。夫人，您安排的事，小人都吩咐下去了。您放心，保证安排的妥妥当当。有劳。那要是没别的什么事儿，小人就还有些事儿，烦请苏总管牢记。哦，开府事项，共88项注意372条细则。夫人，这都是您新婚之夜写的？没错，还有其他册子，我一件一件交给你，免得弄混了。开府之后，一切都得规范管理。是。其一，内院服侍者不得随意走动，需两两结伴，互为监管。夫人，您这都背下来了？我自有博闻强记。其二，外院洒扫仆役，除当值者不得外出，违者杖18。夫人，小人识字，待我回去慢慢看来。听是最好的记忆方法。其三，日后若我主子允准，内院服侍者不得进入上述书房，任意闲散人等不得于书房外游荡。书房与内院之间2道小门，须设3班昼夜看守，无故不得擅离，违者杖18。其四，侧夫人，侧夫人非要走吗？小人已经打听了，这是主上非要赐婚的，和六少主没关系，六少主也为难。玉萍，你怎么不劝了？你不是也希望侧夫人和六少主好的吗？事已至此，留下来只会徒增伤心，不如就算了。那侧夫人带点吃的吧。别难过了，有缘总会相见的。2个人要走下去，太难了，变卦是常事儿。我不怪他，只是我也不想选他了。我知道他难，我只是接受不了这种安排。少主，李维不在，少主不必再来了。我有话和你说。我不想跟你说。我已经和元英郡主说清楚了。少主与夫人说了什么，与我无关。请你离开。李维。侧夫人，少主肯定心里也不好受，要不您就见他一下吧。不见，要见你见。我说了，不想见你。哎呀，是我。我刚经过院子，你猜我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元英雷厉风行，内务厅刚送来的人，他直接就给退回去了。而且他还给府里新立了规矩，任何人不得接近书房，违者杖18；任何人不得在府里单独走动，违者杖18；任何人不得随意出门，违者杖18。走，咱们俩一起弄他。哎呀，按话本里写的，我肯定就活不过这一招了。我就走了。给我扎，胆小鬼！
家真哥哥情投意合，怎么能把喜欢的人拱手让人呢？什么情投意合？我不是，我没有啊！我得走了。喂，侧夫人，我家夫人有请，请吧。宋姑娘，我与李薇有话要说，请你回避一下。我要是回去了，谁知道你会怎么害我此生最好的姐妹李薇？啊？嗯？再说了，凭什么你让我回？我还有理由在这站着呀！紫雀豆腐，保证。李姑娘，你不用紧张。我没紧张。会看账本吗？你可替六少主理过账？没有。月例发放、人员管理这些你可清楚？看过一些书，略懂一二。看来是不懂。那开席宴客、餐桌礼仪，你可了解？这些学过一点，吃的我最擅长了。擅长？你那份开府宴菜单我看过了，问题很多。那菜单您定吧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等等。跟我去找六少主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为什么？我现在不想见他。人长了嘴，就要把误会说清楚；生了耳，就要听旁人辩白。不要因为矫情，又或者害怕面对而逃避问题，来回扯皮，浪费光阴。走。误会。六少主同我商量过了，等他坐稳朝堂那一天，就必须放我自由。啊？怎么？很意外？我不愿掺和你们的事儿。我父亲认为我奇货可居，想将我的婚事作为筹码，所以选择了新川少主中他认为最有前途的一位。我无奈屈尊于此，不过是缓兵之计。对尹真而言，我只是他的幕僚。至于你，他希望你成为他的夫人。你自行判断，若是同意，日后我便是你的先生，监管你的学业品行，直到你能执掌内院。还愿意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得想一想。我来新川，不过是个亟待更正的错误。罔顾他人意愿的指婚，便如强买强卖。我都没有放弃抗争，你俩本就有情，难道还想低头认命？李薇，我知道你难受，无非是他没能拒婚，但我都没成功的事儿，他失败了也不意外。六少主是个好苗子，待他成长起来，定能与你排除万难，长相厮守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
为了我们3人都想要的将来，我们大家都不能放弃。这3个人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一句也听不见啊！看他们的表情，袁毅不会是要把李薇赶出家门吧？不至于吧？李薇，我已经为你制定好了一个计划，从今以后，你必须严格遵守，尽快成为一个合格的少主夫人。16。倒也不必拔苗助长吧。少主所言极是，这些书是少主要读的，只有最上面那本才是李薇要学的。那不会是李薇的休书吧？太过分了，居然让真哥哥亲手把休书交给李薇。我为少主也制定了一份计划。眼下，少主首要解决的，便是金川欠债后续还款问题。新川并未再向我川提议还款，由此推断，其他少主所想的筹措银子的法子，新川主都并未满意。那这，便是6少主最好的机会。英雄所见略同。我弱弱的问一句，2位的计划，我能不能不参与了？我想回家。不可以。你凭什么说不可以？少主还有资格说不呢。抱歉。既然都说清楚了，就抓紧时间，各司其职，赶紧读书吧。原因，休想鸠占鹊巢，休当李薇！姑娘，李薇，你别怕，这次我不会逃了。能把你从这个家里赶走的人只有我。哼，哈，想都别想！宋武，他没有赶我走，刚刚撕掉的是原因给我的文书。宋武，道歉。我凭什么？姑娘贵和夫人的干女儿，算不得府里的人，我无权干涉，还得请何夫人亲自管教才是。对不起，青鸾。这文书已经撕毁，就算道歉也无法复原。但这书李薇还得看，所以还得请宋姑娘一片一片原封不动地粘回去。有劳郡主。真不错，能得3分了。继续吧。少主，在完成计划前，还请少主勤勉，不要只顾着儿女情长。不是，我是在找你。我刚巧有了一个还上金川欠款的想法。既然有了想法，杵在这儿做什么？还不快去写奏折？是。算错一个数。也就1个而已，没有人会全对啊。我来示范一下。我却从来没有错过。袁先生厉害。我说过了，为了身体健康考虑，以后禁止宵夜，子时前必须入睡。宵夜，
我不吃那个的，是狗想吃，百福想吃，所以我就过来看。全府禁止宵夜，百福也不例外。跟我回去睡觉。啊。好了。大少夫人江月来自银川，喜爱煲汤，讲究营养；二少夫人赵芳如来自代川，喜爱螺蛳粉和臭豆腐；三少夫人董海棠来自苍川，因苍川多海棠果而得名，没有忌口；四少夫人安熙园来自墨川，喜爱甜食。这次你都要都背下来了。郡主，以后可以先吃饭再背。少主，在拜出公主之前，最好大家都能有个体统。我现在算是李卫的先生，您的幕僚，我所做的决定，还望少主支持。先吃饭。这几年新春与金春的经济往来资料，少主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开饭。你们搬出宫后，我来找你就方便多了。搬过来之后，这个正院是给金川郡主吧？你住哪儿？我住东小院。他没有欺负你吧？元英这个人呢，对我很严格，但我知道，他对我严格是因为想认真的栽培我。让我成为一个好伙计，他希望我有能力跟他一起管理府上的事务，而且他明事理，算是一个好上夫。但无论是务工还是嫁人，其实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值得托付、值得信赖的人。我们作为侧夫人，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委屈，就尽量忍着吧，把少主哄好了，这日子才能好过嘛。我还是不太能明白，为什么非要把少主哄好了？这行船的女子为什么只能仰仗丈夫的鼻息，看着丈夫的脸色过活呢？若不是他们将女子困在宅子里，那女子肯定有所作为。像元英这种人，早应该有她自己的一片天地。你竟敢偷听主子讲话！你的主子啊，他在背后议论我家主子，还不让人偷听了？你胡说！我们家主子才不屑在背后嚼人舌根呢。你这么有闲工夫，不如回去把自己的水平提高提高吧。雷霆手段女中诸葛是他非说的。好呀，不是了你，不结束了。侧夫人，人家在说不要你。玉萍，干嘛呀？侧夫人，他说你坏话。我们家侧夫人是你能随便说的吗？我家夫人才是全天下最好的夫人，我们家主子才是。我们家是，我们家。行了。丁少别家，跟别家吵架，还舞到正主面前去了。夫人，小人知错了。可是我真的看不得他们说你。你这一维护我，比10个抹黑我都可怕。你有自己的差事，除了差事之外，也该有自己的生活。哪怕多读点书，也好过现在把心思放在不正道上。16知道错了。我知道，如此行事。也是因为你对我真心，但原本我与对方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与别个一闹，让我们不好见面，日后共事还麻烦呢。以后你还是长点心吧。是夫人。别哭了，起来吧，我们去跟侧夫人道歉。是，该我们道歉才是。小人知错了，不该偷听侧夫人说话。更不应该动手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不要紧，这事儿我也有错，郡主是为了我好，我不该说她苛刻。玉萍也知错，请夫人责罚。罢了，我已经批评过她了。你们俩
都下不为例。是。主上，金川的还款期限还剩半年，但我川却宽限了丹川3年的时间，要筹措给金川的银两，实属不易。李长主，孤以严明，新川所欠的债务不能把责任归因于丹川。主上。 嫡长主的意思绝非是推卸责任给丹川，实是心忧天下，苦于无法筹银啊！古民重臣商议解决之道，不是听尔等一再废话。总结情形，便是路边3岁小孩也能白描，何须古公之臣云集此殿？ 六少主自上朝以来还未置一言，不如也来说一说。不用怕吵，姑且一听。是。回禀主上，儿臣以为我川既然承诺金川分批还款，就应严守承诺，方能树立我川威信。 新娶了金川的郡主，就跟人家一条心了吗？与此无关。儿臣确实有一建议。重商。六少主怎能希望新川重伤呢？六少主慎言，重伤经世，必遭灾祸。肃静。 儿臣并无重伤轻视之意，但若适当放宽方式制度，可助我川迅速筹银。荒唐！方士区划保证了百姓的安全，一旦打破，这城中秩序谁来维持？助长商贾气焰，天下逐利，轻视气节，那不是和金川一样唯利是图了吗？儿臣以为重伤只是手段。 开放方式的同时，要辅以教化，不能为了浮华烟云，折了根骨脊梁。主上，姑瞧这老六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，待回去完善后，写一道折子，与姑瞧瞧。是。 元英先生，我好累了，我腰酸背疼，头晕眼花，睡不进去了。劳逸结合，才是学习之道。想都别想。哎呀，元英先生，我要是跟百福一样有条尾巴的话，现在都要成陀螺了。就行行好，你让我休息一会儿，吃点东西吧。你笑了，那就是同意了。等等，让我看看你刚才写的题。 10道题才对了5道，就可以得5分了。那就休息吧。妍妍，你可真好。今日上朝，把意思都说了吧？说了。 被嫡长主和他的人挤兑了吧？若我没猜错，
潘不义，你娶了金川郡主，已是针对你了吧？若再遇此事，你就说这些事情，在下可以解决。郡主现在比戴先生还像我的老师，既然已经选择屈尊做我的幕僚，也请试着学会相信自己的伙伴。其实我觉得李维挺靠得住的，你为何不反思一下自己，为什么不能让我相信？还请少主好好努力，配得上做我的伙伴。是，在下明白。这郡主的自信还真是深海不可斗量啊！彼此彼此。要不咱们请少主把奏折看完再去吃饭，不要拖延。是。元英做事一丝不苟，我把百福的石盆放在亭子里了，一会儿元英经过，肯定会把它收回去。我已经连着训了百福3天，他已经学会护食了，只要元英经过，就能弄他。来。给我。百福，走你！姑娘，夫人不会真的受伤吧？真可爱呀！百福，你个叛徒！最近是不是又吃多了？李维，别闹了，你这些小伎俩对他没用的。走吧。哎，你就这么看着这个人霸占着我们这个家，他现在敢这样，以后就会彻底抢走真哥哥，把我们2个都赶出去的。他不会的。元英，她不是会被困在后院的女人。你也饿了呀？吓死我了！你还吓死我了呢，我以为是元英来了，可我都找遍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剩这个。我不爱吃馒头，不好吃。加点东西就好吃。尝尝嘛。好吃吗？我就说嘛，这蜂蜜只剩这一些了，是别人我才不给他。那你还给我吃？哎，你可不要在这种艰苦的时期跟我搞什么暧昧。我们俩难兄难弟，我同情你。哦。我想，你先说。你还想走吗？
想好了，在这里，元英是你的夫人。在她脱身之前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以后的事情，以后再说。你要是没吃饱的话，你再吃点吧。你多吃吧。你有肺病，你多吃。我吃饱了，你可以多吃。我也吃饱了。走了吧。没有。来了。父亲，你就让儿子回府住吧。以后我一定每日进宫，晨醒昏定。你就别把儿子拘在宫里了。哼！哎呦，姑还不知道你，一出宫就花天酒地，弹劾的折子都看不过来了。参见父亲。新春百年重视农轻工商，前朝皆不敢破而后立。如今金川外债一事，却是良机。如果能放宽方式，定会助我川迅速抽银。哎呀，欠金川的钱不难筹措，但此机正是效仿金川、打破方式限制的最佳时机。此事重大，不能一蹴而就，唯有步步放宽，潜移默化。依你之见，首先该做什么？去宵禁，开夜市。除夕之夜，新川便无宵禁，如此实行，亦不算冒进。前朝之所以不敢开夜市，是因为战乱无法管理。但如今我们国泰民安，正以广纳贤才为新川效力，辖理经济。好，这夜市的事儿，就交给你去办。凡事循序渐进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多谢父亲。儿臣还有一事相求。三哥在外生意颇多，如果能被他指点一二，那定会事半功倍。啊，对，父亲啊，儿子出宫也是有正事要办的，绝对不是一味的。也罢，就让他帮帮你吧。是，儿子一定竭尽全力。以后我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玲珑心思啊，姨老爷。你叫我什么？元英郡主，是我姨姥姥，这你是知道的呀。
所以从今天起呢，咱俩就各论各教，我管你叫姨老爷，你管我叫三哥哦。哎，姨老爷，三哥先回家了，去方氏徐氏的事儿就交给你了，啊。各位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就自由了。在宫里的这段日子，你们受苦了，但是苦难是最好的历练。下面要说穿越血与火的烟云了。穿越血与火的烟云，我们饱经风霜，忆往昔，沧海桑田。要对仗了啊！下句是历经霜与雪的洗礼。历经霜与雪的洗礼，我们继往开来，看今朝，任重道远。憋不出词儿了啊！要总结性发言了。我们一家6口，终于可以和剩下的家里人团聚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套路，废物。哎呀，这段日子我一直在想啊，你们是不是还是些许有些孤单？不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吧？不能吧？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们添一些姐妹，意下如何？我们还想给你添口棺材呢。哎，少主，哎呀，你看，羊皮鼓，哎呀。哎，这个做的好看，生意挺好啊，好不好看这个？这少主心思还挺细的，知道您问的话，接公庙调研还带您出宫，他自己也想玩。老板，哎，生意怎么样？哎呀，公爵托念我挺不错的，挺不错，生意兴隆。您还埋怨少主呢？新川主赐婚，这不是少主能干预的，而且元英郡主不也说了吗？这桩婚事不作数的。我没有埋怨他呀，只是很无奈。这件事情谁都没有错，错的是新春的狗屁规矩，一点比不上我的技术。老板，生意挺好啊。啊，还好还好。这以后要是推行夜市，你还愿意出来吗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好，生意兴隆。啊，慢走啊。哎，这个面具有意思啊。这个怎么买呀？这来看一下新家的面具，好不好看？快几个，好看哈。我说闻到股铜锈味儿，倒是谁呢？二哥，听说你拉着老三一起，准备要撤除宵禁，老祖宗的规矩，你都敢换？小弟不敢，只是奉命行事吧。狐假虎威，如今还会用父亲的名义来压我。不过就是娶了一个金川郡主，你倒当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？是不是个人物，得看能否为百姓谋福祉，与婚嫁有何干系。心怀圣义之人，即使出生在鸡窝狗舍，也能成就一番大事。嫡长主殿下，小女见识浅薄，请不要与我一般见识。老六，你的人我懒得管，但是新商之策若是出了差池，你可要想好了如何担待。走。小夫人，厉害呀！你这胆子不小，敢和嫡长辈交往？谁让他信？还好元英先生让我看了那么多书，不然我也不会说出这么文绉绉的话。你比他好多了，我支持你。新鲜的大螃蟹来，想吃吗？走。哎啊，玉婵，你把这个东西先送回府里吧，一会儿再让车来接我们，好吧？啊，行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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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螃蟹，回去。
这么快就到家了？要不去喝一杯？好啊。我想你不能喝酒。其实袁云先生也没那么可怕，他这么严格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对，这严师出高徒嘛。虽然理解还是先坐一会儿吧。咱还是再缓缓。不用了，我喜欢自己嗑螃蟹吃，有原因的。这是今天在方氏买的螃蟹，开春很少有螃蟹卖的，特别是这么肥美的母蟹，你快尝一尝嘛，啊！好吃吗？金川临海，郡主以前也常吃蟹吧？确实，小时候经常吃螃蟹。那时年纪小，一只总不够吃，父亲和母亲都知道，便将螃蟹都让给我。他们平时对我管束严格，也就只有吃蟹这种小事儿，才会心软，放我一马。不过，螃蟹性寒，不可多食。少主你也只能吃半只，不然会致使胃病复发。是。那剩下的我帮你吃。你也不能多吃，你素来贪饮食，若是太过放纵，便会为外人猜出喜好，反而不妙。那我是宋姑娘觉得呢？吃食不过是果腹之需，只有加以节制，方能磨练心性。哎呀，也就几只螃蟹而已，你不是也很喜欢吃吗？放开吃一回，也没什么事儿吧？别那么压抑自己嘛。这不是几只螃蟹，这是自制力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主上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。拜见父亲。免礼。近来府上如何？和元云郡主可还融洽？谢父亲挂念，一切安好。哎呀，故知道你心里主意继传李氏。可李氏出身微贱，难堪大任。自去岁丹川事起，故便寄厚望于你，将来你必为要臣，匡扶朝纲。所以啊，
有一位得力的夫人，便能相助一二。是。除了你二哥的开府宴，姑都不曾亲临，也不能偏待你。这幅字就当做你开府的礼物，也算作姑的一点心意啊。嗯。谢父亲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五哥年纪已到，7弟